数万民工筑路建桥、修筑行宫，上百万两的银子挥霍浪费，皇上您就无动于衷吗？更因此风不煞，使得各地的督府、州府、县令也冒皇上南巡的名义，强行摊派，巧取豪夺，中饱私囊，使得朝廷的库银白白流失，也使得百姓物力民命横遭摧残。皇上，这难道也是您的本意吗？皇上，臣有话说。别说。说了半天，都是南巡的不是。什么吏治腐败、民不聊生，都算在南巡的账上了。朕问你，没有南巡，苏纪惩治得了吗？江南各省的腐败之风，整肃得了吗？江浙一带的水利疏通完成得了吗？四库全书的编纂，残民后裔的归心，这一桩桩，哪一件不是在南巡中建立完成的？而且南巡之举本不是没有先例的，是大顺帝首创的。圣祖仁皇帝六下江南，怎么到了朕的头上，就都成了罪名了？可比，可恨！皇上，皇上息怒，千万不要因为前锋的一时迂腐而伤了龙体呀！皇上，臣以为您刚才说的丰功伟绩，您就是安坐在京城也是能做得到的。此次安庆之行，臣就死不敢以为然。是，朕知道你不怕死，你置君臣之义而不顾，所谓死谏而邀忠直之名，这就是你卑劣的想法。皇上，臣没有这么想过，臣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臣恨不得现在就把心都给您掏出来。皇上，当今是太平盛世，可是越是这样越容易滋生腐败，让小小之徒得逞啊！要警醒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这都是我的本心呐，可以对天地君负的。方通啊，方通啊，方通，方通，我恨你，我恨你为什么长在这儿不长在御花园啊？我恨你为什么不长在御花园呢？不愿意出行宫，学宫也休戚一心。大剑巨探，给朕拿下！皇上，皇上，臣冤枉啊！皇上，皇上，臣冤枉啊！皇上息怒，皇上，此处人多眼杂，外面更有成千上万的百姓，如果在此处置吴志诚，恐有诸多不便。依奴才所见，不如把吴志诚带回行宫仔细审问，然后再定罪不迟。那好，就依你了。
你知道朕为什么要把吴志诚抓起来？皇上不是说他大奸巨贪吗？那你是说，朕说他什么，他就是什么了？朕什么时候无端的索拿过臣下？啊！皇上是尧舜之君，别胡说八道了。你说，他为什么是大奸巨贪？吴志诚贿赂大臣，不打自招。奴才知道一切难逃圣上法眼。吴志诚送给奴才的2万两银子，奴才不敢贪下，全数在此，请皇上明察。他还送给你一套徽墨吧？是。徽墨放在奴才住的地方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非得人抓起来了，你才被迫跟朕。圣意当时只要高高兴兴地侍奉太后去看凤童，一切留后再说。奴才如若禀奏，怕扫了太后的兴致，打乱了皇上的部署。跪安吧。这。西厢房的前锋大人脸上好像受了伤，昨天从刘家坪回来，关在屋子里，连门都没出，这饭也没吃。咱们是不是去看看他？混账！那个姓钱的，把皇上给得罪了。你没看见这么多大人，一个也没到他的房间里去？这说不定什么时候，皇上就把他咔嚓给办了。哎，你小子可别给我惹事儿啊！是是。钱大人，皇上，臣叩见皇上。
朕这个擂台，你准备一直打下去啊？皇上，皇上这么说，臣真不知道以何脸面立誓了。起来。这朕不是来找你算账的。要算账的话，10个前锋也没了。这2个折子，南巡的事儿不要再提了。朕马上要启程回京了，提它干什么呢？这个吴之成的事儿，朕现在就准了你的折子，你不要再做陆安知府了，先挂职督察院安徽道御史，专门查实吴之成贪赃不法事。臣前锋领旨。前锋，朕知道你是一个正臣，但是你的忠心呢，陷君父于昏聩，陷朕于不仁不义，那你这个忠心里头就有瑕疵了。是，皇上训斥的是。共同的事情，朕不降罪于你，为的是保全你的一片忠心。起来。咱们说说吴之成的事儿。你记得修万福楼的时候，他的捐银吗？吴之成所捐银子是178000两。对。那天万福楼辞宴你也在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朕就疑心他贪赃。过来。这次到安徽来，那道路啊，行宫、接驾，一应务实，极尽完备，为邀恩宠，如此铺张，这钱从哪儿来啊？还有，他行贿和珅，出手就是2万，这是和珅自己揭发的。但是朕不明白的是，你说他是巧取豪夺的话，那怎么巧取？怎么豪夺？他聚集了这么大一笔钱，那这个老百姓苦不堪言了。可是你看，这儿的老百姓都很好啊。皇上，你不说朕也知道。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蒙蔽。可这个假象能造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那也不容易啊。你去查，如果贪赃查实，这个吴之成就是本朝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条蛀虫。皇上请放心，臣一定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朕信得过你。明天就审。你这头上的伤，看过郎中吗？还没有。也没服过药。
没。来，坐下。皇上在，哪有臣的座位？这叫你坐就坐下，坐下。拿来，你的掌灯。别动啊！这个太医配的金疮膏，跌打损伤，一抹就好。你这个人太任性，你硬得过树啊！你通透。胡来嘛！退下。这。我现在奉旨问话。吴志成，臣在。这次安徽迎驾，一共用了多少银子？回皇上的话，一共用了977600两银子。这钱都做何用途了？修筑壁道用了55万两，修建行宫用了20万两，修建接驾亭、接官亭10万两，修建孔庙、学宫5万两，装点凤同景点，刘家坪用了2万两，其余一切为杂物开销。哦，这钱都是从何而来呢？有30万两都是当地的富商近身迎驾的勒赎银子，其余的为藩司府的库银。问话毕。谢皇上。吴大人，请起。请坐。谢过钱大人。吴大人拿出2万两银子送给和珅，不知何意啊？这现如今，各省的银库都入不敷出，而安徽怎么能拿出这么多银子修筑道路和行宫？这个，前锋奉劝大人，还是将你怎样贪赃贪了多少交代清楚，否则枉法无情。钱大人，你以为为官处事只有清官和贪官2种？你以为两袖清风、苦巴巴的过日子就是好官？你凭良心说，在吴某任期内，安徽百姓的日子是比过去穷了还是富了？民情人心是比过去差了还是好了呢？说得好，那是当今皇上圣明。可你怎敢贪天之功，据为己有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2个你不明白的地方。我为什么送给和珅2万两银子，是因为我想把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办成。安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银子迎驾？那是因为我吴某人生财有道。当然，纵有些不妥之处，但我自问无愧大节。我1文钱也没装进自己的腰包，你是明察也好，暗访也好，我吴某人，俯不作于人，仰不愧于天。吴志成，到现在你还如此猖狂！来人，来，把刑具给我带上，大堂再审。这。钱大人，不好了，外面聚集了上千百姓，在为吴大人鸣冤叫屈呢。
赶快通知海兰察大人，别让他们惊了圣驾。钱大人，让吴某去劝一劝，或许有用。好吧。我吴之成没为大家做什么事，却得到大家的如此厚爱，我心下实为感动。我受到查办，想来自己也确有不妥之处，怨不得别人。该怎么处置我，朝廷自有法度，绝不会冤屈吴某。可是诸位，你们这么一闹，可就使吴某无罪变成了有罪了。更何况，皇上现在正驻跸在我们安庆，若是惊扰了圣驾，不但吴某自己百身莫属，也会连累了你们大家呀。如果你们确实心疼吴之成，就请散去吧，你们都回去吧，啊，回去吧，啊，回去吧，再不走，我就给大家跪下了。咱们这个凤同祥瑞的，谁都不想买点回去呀？就是皇上和皇太后打着过的时候啊，就连黄头疙瘩都变成金元宝贝了。托乾隆爷的福啊，一天呐就能赚个6、7吊钱呢。哎，这儿有发大财的。有，对过那个福元祥，嘿，你看人家前面是酒馆茶楼，后面是一排青砖瓦房，给客人啊住宿什么的。大爷啊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就是准备接驾的时候啊，他们俩就蹭蹭蹭往上窜。你看人家才多久啊，就发大财了呗。你这么一说呀，我得进去瞧瞧了。哎呀，二位里边请。哎呦，客官，您楼上请。来，好，我给您带路啊。生意好吗？哎呀，好啊！听说这儿的凤童了吗？听说了啊！就是因为有凤童啊，我们这儿的生意啊才这么好，是吗？啊？哦，这个，哎，您坐这儿。这个，我有点不大相信。那他不止我一个人说好啊！不是，你听我说。慌，哟，你来了。哎，这是我们管账的。这是田先生做果子生意的，我们在聊天呢。幸会，你坐啊，请啊，请。哎，我跟您说，这个凤童啊，现在这个样呢，是造不出来的，这怎么能说的这么大呢？凡是长着一双眼睛的人呐，上至地方官员、士子近身，下至农夫渔樵、引车卖浆者，说好的何止千万啊？怎么好呢？咱们就退1万步来说，
他这就算是故意的，那这个主意实在是太高明了。如果说不修这个壁道来说吧，皇上不来看这个祥瑞，恐怕是100年他也修不好。可现在呢，修了那就方便多了。听您老兄的口音，是北方人吧？是。您老兄自然不知道这地方的情形啊。您就拿刘家坪一带来说，它本来是盛产水果的地方，夏季桃李杏，秋季呢苹果梨，还有著名的皖西酸枣。以前这路没修好的时候，运不出去呀。一到水果成熟的时候，是成千上万担的烂掉，那才叫人心疼呢。可现在呢，是一担担一车车的川流不息的往外运啊。那白花花的银子啊，是哗哗的水一样的往这儿流啊。这是第一桩好处。这第二桩好处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它成了风水宝地了，有钱的人士争先恐后的在这儿买地盖房子，他们把这儿当成小南京了。我还在这个镇西边啊买了5亩地呢，800两银子1亩啊，贵是贵了点儿，可话又说回来了，要是能沾到皇上太后哪怕是1丝的福气，那再贵也值啊。我跟您说，这第3桩好处啊，他多少人因为这个祥瑞有了生机，又有多少人因为这祥瑞发了大财呀。这么跟您说吧，要是没有这个祥瑞啊，甭说这个刘家坪，也别说这个安庆府，整个省都要比现在穷了10分去了。就如你所说吧，可那行宫、接驾亭、接官亭，到了巡幸完了，都闲着在那儿了，这也是祥瑞带来的好处啊。我说你怎么抬杠啊？哎，他平时啊，净跟我抬杠，专门抬杠。不过他刚才说的呢，也是我想问的。你说这个行宫造的，这将来怎么办？您算是问对人了。你衙门里认识人呐？我有一个在衙门里当差的朋友跟我说，这吴知成吴大人呢，他是针尖挑土啊，屙尿和泥的算盘精，他哪能让这一大片产业闲置着呀？他的主意早摆在那儿了。等到巡幸一过呀，他就将这行宫改成学宫，怕人告他僭越，他就将皇上太后的行宫供人瞻仰，而腾出大片的房子来给学子们居住做学问。上面拨下来修学宫的银子呢，他就用来赈灾救难、扶老恤贫。这么说，这个主意还不错。他的主意还多着呢。哦，还有，咱们就拿这个修壁道行宫来说吧，别的地方我可见过，那都是强行摊派，可人吴大人可不同了，来做工的，管吃管住，一天还给你10文的工钱，那民夫当然是踊跃卖力了。可那来，别抬杠，别抬杠。那这个谁掏钱？近身捐的呗，乐书银子呀，我还捐了300两呢，乐意呀。哦，那这个这么多工，这么多人，恐怕也不够吧？这钱？嗨，大头当然是藩司衙门的库银呐。听您老兄这么问来问去的，是朝廷派来查账的吧？我叫查账的，他查账了。对了，我忘了问您了，您知道这钱锋吗？钱锋，就是拿那个头去撞树的那个什么官啊？
就是这小子。这小子把安庆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朝廷就是因为听了钱锋这小子的谗言呢，怀疑人吴大人的钱来路不正，还硬把吴大人的官给罢了，还说要治人家的罪呀。我看这朝廷啊，是真够混的。您说这吴大人他能弄来钱，那是人家的本事啊，你凭什么说人家是贪官呢？朝廷倒说，这个钱锋这小子倒是忠臣。依我说呀，当官的，只要是能给百姓、给地方造福，他就是少贪那么一点儿，我看也没什么。哎，可别大发了。而像钱锋那小子的忠臣呢，哼，我看倒是少一个比多一个强。您这妙论，妙论。对了，我这生意上啊还有点事儿，我就不陪二位在这儿闲聊了，我先去忙活忙活去啊。稍等哈，这说的这么好，他们哪来那么多钱呢？嗨，人家开矿啊！我先走了啊。皇上，开矿啊！私自开矿，你怎么看，钱锋？皇上，臣以为，历朝历代所以禁止民间开矿，一是因为矿产聚集了天地之精华，若遭开掘，精华散失；二是开矿比起务农而言，获利很大。如果大家都去开矿，那就没人务农了，这就动摇了国家的根本。吴之成两榜进士，封疆大吏，他不应该不懂得这一点，可是他非要这么干，这完全是见利而忘义，罪不容赦。可是他获得的税利并没有中饱私囊，而是用于地方建设，这一点委实不义。臣以为吴之成不是贪官，臣请求免其死罪，然后革职遣回原籍。你说的这些都对，但总觉得这里面啊缺点什么东西，真要想一想。哦，皇上，臣请旨到矿上去看一看，把这里面的事情搞个水落石出。钱大人啊，在这种地方喘气儿都痛快。可不敢乱喊呐！这要过去，就你们2个人，可不敢走这山路。为什么？怎么怕土匪啊？当然了，以前客商要经过这条路啊，先在山下等伴儿，等够了20-30人，地方官派兵丁护送进山。那岂不是要交保护费吗？当然要交喽，可是交了也没有用啊，照样挨劫。是护送的官兵太少，强贼太多了，一波一波的，有几十，还有几百人，呼啦啦来是呼啦啦去啊！官兵啊，是顾了头他顾不了尾啊！哦，那我看现在挺清静的，都剿灭光了呗。官兵啊，他围剿了多次，那贼是越剿越多。后来啊，就开了矿场。开矿场怎么了？这毛贼都洗手了，不干了，到矿场做工去了。这毛贼呀，其实就是老百姓。我们这儿啊，山多，田少，人多，流民也多，没有生计，只好做贼啊。那现在有碗饭吃，谁还干那个犯王法的勾当啊？你们看，那就是淮南矿场了啊，就是那儿啊。哎，怎么有哭声啊？你听听。
去，也是跟老子们过不去。关了矿场，我们怎么办？老婆孩子吃什么呀？你要干什么？老子也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你他妈是什么？老子管得着吗？你怎么这样讲话？老子不光讲，还要揍呢！哎呦！谁他妈敢上，我宰了他！万岁驾前侍卫统领海兰察，哪个不要命的，敢给我上来！这个王八羔子就是他的下场！诸位，我是奉旨钦差，安徽道御史前锋。皇上派我们2个是专程来拿矿上的。钦差大老爷，矿场不能关，我们大家要吃饭呐！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当今万岁爷是最体恤爱民的，皇上派我们2个来，就是要重开矿场的。好，杀得好，杀得对，连小孩子都不放过，这样的人，为什么不多杀他几个？奴才当时确实气急了，如果不是钱大人上去讲话，奴才真想冲上去多杀他几个，也未可知啊。臣假传圣旨，请皇上治罪。不，你没有错。前锋啊，前锋，这怎么朕知道你，你总是不知道朕呢？啊！起来，起来！在那种情形下，还非要关闭矿场，那会捅出大乱子，激起民变。朕现在就宣布，解除矿禁，以利于民。皇上，皇上圣明。得了吧，圣明不圣明啊？你们说也没用。让老百姓来说吧。你上次说的禁止开矿的2点理由，道理都说了。但朕想来想去，总觉得这个里面还缺点什么东西。今天，朕豁然开朗。缺什么呢？缺的是情啊，缺的是民情、人情。你说是不是？你前锋说的那些道理，人家吴志诚2榜进士出身，你说人家会不懂？他懂。可是人家会审时度势，他知道做事要根据那个地方、那个时候的民情来做事，依理依法，也有情。开矿这个事儿，他这么干的。这次迎驾搞什么凤同祥瑞是这么干的，修这个行宫，修那个壁道，也是这么干。他做的对，开矿也不算错。他做的对，做得好，富足了百姓，
造福了人民，朕也高兴啊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不拿头去撞树，朕会更高兴。臣冒读天言，请皇上降罪。朕是想罪你，无奈不能。朕擢升你为左都御史，随朕回京吧。臣谢恩。还有件事儿得劳您的大驾，去把吴之成接出来。你是忠臣，他是能臣，朕要表彰他，要给十方督府树一个榜样。臣领旨谢恩。皇帝制曰：吴之成礼治安徽，忠勤功能，政绩卓著，既为朕所深知嘉许，且为安徽臣民弘养拥戴。有此能臣，朕之幸也，国之幸也。今著左都御史钱锋宣旨，赐安徽巡抚吴之成1等侯爵，加太子太保衔，戴双眼花翎。臣吴之成叩谢圣恩。吴之成，臣在。你还真让朕看到了我大清最稀罕的凤头。皇上，我就不明白这11爷到底打了什么主意呀？15爷那怕是已经到了云南了，我们这儿呢，大军还是迟迟不发兵。你说我打的什么主意啊？给11爷请安。奴才说话不知高低，冲撞了11爷，请11爷见谅。刘墉先起来。谢11爷。你一个堂堂的军机首辅，那么老成持重，那么不显山不露水的一个人，你说话会不知高低？万岁爷圣旨，连连催促，可我们这儿军械粮草远未备齐，大军迟迟不能出发，老奴心里一急，就没了分寸了。你没分寸，我看你有分寸的很呢。你原来不是反对打这一仗吗？怎么现在变得比谁都猴急了呢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你是不是怕去迟了，赶不上烧你15爷的热灶啊？啊？亏你还说我在打什么主意？啊，我能打什么主意啊？哼！皇上金口玉言，圣旨一下，老15大将军八面威风挂帅出征，一箩筐的鸡零狗碎的事全都摊在我头上了。调拨人员，筹措兵饷，征集粮草，啊，整日里我被人吆3喝4，忙得我是屁颠屁颠，还讨不着一点好。
说起来，我是监国的亲王，可底子我还不如一个跑堂的小厮。我知道，你们在肚子里都寻思着我是和老十五碾酸吃醋。哼！我跟你们讲，我没那份心思，我也没那份本事。阿贵，你说兵械粮草远未齐备，你倒是告诉我他怎么个齐备法？啊？这头皇上南巡需要银子撑着，那头一路上还得减免各省的钱粮。这两头一炸，国库银亏得个河干海涝，就剩800万两押库银，这钱能花吗？这是预备大灾和不测之年用的。刘墉，臣在。你现在代管户部，你敢动他半分？不。今儿我说的这番话，你们奏给皇上也好，烂在肚子里也罢，反正我是说过了。至于银子怎么筹措，大军何时出发，你们俩倒是给我弄出个章程来啊！只要你们章程做得合理，今儿个不管怎么说，我全听你们的。我告诉你们，爷，我今天想通了，我也做他个一字甩手逍遥王。我怕什么呀？有你们2位高人在这儿，我悠得个什么劲儿？师爷，魏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2位大人，怎么？又是行在那边催促出兵？禀大人，这次是嘉亲王催促，他已抵达昆明，并说如果下个月初6之前见不着桂中堂的大军，他就不等了，就只领着自己的2000人马拼命去。啊？去吧。这。横竖也没商量了，就这么着吧。我带领大军即刻赶赴云南，与十五爷会合。兵饷粮草，你在后面尽快给我弄来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可现在没有银子，拿什么打仗？我打了一辈子的仗啊，这点道理还能不懂吗？可那边十五爷已经耍阿哥脾气了，这边呢？这边爷是什么心思？这不明摆着吗？说是不拈酸吃醋，比拈酸吃醋啊更厉害。他这么一撂挑子，所有的事儿都得我们俩担着，不是吗？这事儿啊，还真不能奏明皇上。阿哥间的纠葛，卷进去不得了啊！看来也只好这样了。你这是3万人马，十五爷那儿是2000，3万2千大军的兵饷，你让我到哪儿弄去？你去说，还是你去吧。你怎么到门口又不敢进去了？你还是你进去。不，我去，你还让你去吧啊！你快去呀！你去吧。磨叽什么呢？快这可惜，你哈图，哈德可心，你们在外边捣鼓什么呢？
滚进来！大帅，你们在外面吵什么？禀大帅，都怪阿特克西，非拉着我们来见大帅，问大军啥时候出发呀？属下几个憋得尿都撒不出来了。明明是你拉着大伙来的，你怎么全赖到我头上来了呢？大军何时出发，朝廷自有安排。你们瞎起什么哄啊？大帅知道我们属下几个臭脾气，听说有仗打，就他妈像发了情的公骆驼见了母骆驼一样，那还不玩命往上冲啊！这仗难打，知道吗？再难还难得过咱们跟人大帅打准噶尔啊！再说了，这缅邦都是和尚兵，怕见血。胡说！他们一样凶悍。更要命的是他们的深山密林。咱们北方过去的人，稍有不慎就会染上瘴气。家里边都安排好了吗？禀大帅，都准备好了，都准备好了，安顿好了，都安顿好了。那好，哈图阿特克辛在。你们俩带上500轻骑，今夜就出发，务必在下月初6赶到昆明，到15爷的中军行辕报道。哎呀，今天都24了，10天赶不到啊！这可是15爷定的期限，你要觉得不行，那我就派别人。你看看你，快！10天就10天，谁他妈也甭想从哈图手里抢走这枚差事。对，15爷可是第一次挂帅出征，初6之前你们要是赶不到，恐他军法无情。请大帅放心。缅人闻知嘉亲王亲率大军前来，已经缩了回去。这7城13寨都已撤空，而以重兵居守铁壁关。铁壁关过去便是新街，新街扼守水路要冲，为兵家必争之地，更是缅人人口、钱粮汇集的重镇。所以呢，缅人有口号曰：“宁丢阿瓦，不食新街。”阿瓦，禀王爷，阿瓦便是缅人的首府。新街，王爷，如果我军先攻占铁壁关，接着在一鼓作气拿下新街，那么水路过去，顺流而下，不到3天就可以直逼阿瓦了。我让你的藩司就地筹集粮草，怎么现在还没消息？回王爷，胡文修他有难处，我就没有难处。王爷，王爷知道，云南、贵州都是穷省份，有了战事，指望着朝廷拨点儿。可如今，反让我们就地解决供应，实在是难呐。你就在这儿跟我装穷叫苦。京城那边是钱粮也不来，兵马也不到。哼，我定了个最后期限，初6，今天都已经初7了。禀王爷，贵州堂的先锋马队到了，来得好。升帐。禀王爷，贵州堂2名先锋官正在行夜万听令，叫他们报名跪进。末将哈图克辛叩见15王爷。你们俩抬起头来。
带了多少人马来？禀王爷，出行时兵将500，战马600，实到489人，战马527匹，其余11个人73匹马，全在路上累死了。王爷，哎，王爷，啊，王爷，粮草筹集到了吗？王爷，筹集到了。粮食500担，草料150车，够王爷您的人马支撑一阵子了。王爷，您交的这趟差事，可真叫难办呐。您知道，云南这个地方，流民真是多，是个穷地方。昆明附近有个果罗乡，那里聚集了很多的流民，竟敢抗拒不交粮食。卑职啊，亲自率兵弹压，杀了7、8个带头的，才弄到了10担包谷红薯。哼，你很会办事。王爷，夸奖了。不过，王爷，如果朝廷的钱粮再不拨下来的话，饶卑职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弄不到1颗粮食了。你以为你的差事真的办得很漂亮？是。不，我问你，我要你就地筹集多少粮草？粮食1200担，草料1500车。你又筹集了多少？我，王爷，说呀！表功啊！王爷，我筹集了这么一点粮草，连大军需要的零头都不够，还在这里好话说尽。你当本王爷是向你要饭的叫花子？还有，为了10几担包谷红薯，竟然伤了7、8条人命，手段残忍，令人发指。这样的酷吏，留你还有何用？来人，在，拉出去，斩！王爷，卑职知罪了，杨大人，救救我！胆敢求情者斩！你们误我军令，罪亦当斩。有什么话说吗？无求话说，认了。王爷，你要杀就杀，只是死的真他妈窝囊。是啊。你们都起来吧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赦免他们吗？就因为他们是忠肝义胆、不欺不瞒的真将军，为了10天之内赶到中津行辕，什么艰难困苦，以至于连自个儿的性命都已经无所谓了。是，他们误了军令，罪亦当斩。可他们尽了力，人累死了11个，马累死了73匹，何其悲壮，何其惨烈！没有累死的了，
看看。你说像这样的铁骨汉子，叫我怎么下得了手？我知道，我是第一次领兵，军纪不肃，不足以立威。有的人还会笑，这石五爷像个娘们儿，哼，心软。你们两个是何品役？禀王爷，我两人都是参将。对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俩就是副将。爷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俩的命就是爷的了。爷什么时候想要，尽管拿去。我要你们的命做什么？我要的是你们奋勇杀敌，报效朝廷，在战场上别丢我石五爷的脸。爷，以后走着瞧吧。对，就看我们的吧。好，你们两个都累了，先回营休息去吧。谢王爷。大家跟着我，打胜这一仗，朝廷必然不会亏待大家。是随王爷杀敌立功。梁用具，卑职在。兵饷的事儿还得请你再跑一趟。卑职怎当得起王爷一个请字？王爷尽管差遣。没有800万两银子，我这仗没法打。京城那头又做不得依靠。你带上我这折子，去皇上行在去要银子。卑职领命。你对那些军机大臣们说，我就坐在昆明等他们拨银子。银子1天不到，我的大军1天不敢开战。这，各位，先都各自回营，等贵大人的大军到了，再做计较。这。到了行在，若有什么难处，可去找和珅。卑职记下了。去吧。这。给我把哈图阿特克辛叫来。这。什么？连夜出发，长途奔袭铁壁关？对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钱粮未到，也知道我正在等着和贵大人的大军会合。缅人也一定不会想到，我竟敢用2000人攻打铁壁关。攻其不备，我有70%胜算。管他几成胜算，该怎么着？石五爷您就下令吧。是啊。我的仪仗旗帜都不要动，再留下500人留守中军行辕，造成我还在昆明的假象。你们带的骑兵，再加上我的1500人今夜出发。啊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带的这些人呐，虽然忠勇，但是毕竟没有什么实战经验。你们俩都是刀头舔血，经历过几十上百次战斗的勇士。拜托你们一件事，给我好生带着他们。嗨，爷啊，这还用得着您吩咐吗？是吧？就是啊。对了，阿德克辛啊，你大腿上的伤没事了吧？没。嗨，他呀，他这是高兴的说不出话来了。石五爷，这么跟您说吧，只要有仗打，甭说是这点小伤痛，就是裤裆里那玩意儿没了，老爷们要的料照样比别人高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是，痛快。跟你们在一起，等这一仗打完了，我也成了一个丘巴王爷了。王爷真逗。
杨大人，咱们是否在这儿歇息片刻？想歇也不敢歇呀，要不能早些赶到行在，误了战事，石无言不知怎么收拾我。走吧。这。铁壁关